大家好，我是胡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中国四大民间故事是在中国文化中流传广泛的四大经典民间故事。这些故事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，而且在电影、戏剧、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中被多次改编和演绎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四个故事。故事一：牛郎织女。传说，古代有一个勤劳善良的放牛郎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贫。有一天，他的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。他对牛郎说：“牛郎，今天你去碧莲池一趟，那儿有些仙女在洗澡。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，穿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。”牛郎见老牛说话，又奇怪又高兴，便问：“牛大哥，你真会说话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老牛点了点头。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池旁的芦苇里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。不一会儿，仙女们果然翩翩飘下，脱下青罗衣裳，纵身跃入清流。牛郎便悄悄拿走了红色的仙衣。仙女们见有人来了，忙乱纷纷地穿上自己的衣裳，像飞鸟般地飞走了。只剩下没有衣服无法逃走的仙女，她正是织女。织女见自己的仙衣被一个小伙子抢走，又羞又急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时牛郎走上前来，跟他说要他答应做他妻子，他才能还给他的衣裳。织女看他憨厚诚实，便答应了他。这样，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。他们结婚以后，男耕女织，相亲相爱，日子过得非常幸福美满。不久，他们生下了一儿一女，十分可爱。牛郎织女原以为能够终身相守，白头到老，可是王母娘娘，也就是织女的母亲，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，马上派天兵天将捉织女回天庭问罪。这一天，织女正在做饭，下地去的牛郎匆匆赶回，伤心地告诉织女，牛大哥死了。他临死前说，要我在他死后将他的牛皮剥下放好，有朝一日披上它，就可飞上天去。织女一听，心中纳闷，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？织女便让牛郎剥下牛皮，好好埋葬了老牛。这时，天空狂风大作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，不容分说，押解着织女便飞上了天空。正飞着飞着，织女听到了牛郎的声音：“织女，等等我！”织女回头一看，只见牛郎用一对箩筐挑着2个儿女，披着牛皮赶来了。孩子们都张开了双臂，大声呼叫着妈妈。眼看牛郎和织女就要相逢了，可就在这时，王母娘娘驾着祥云赶来了。她拔下她头上的金簪，往他们中间一划，霎时间，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，无法横越了。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，直哭得声嘶力竭。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们的哭声，孩子们喊妈妈的声音，是那样揪心裂胆，催人泪下。
连在旁观望的仙女、天神们都觉得心酸难过。王母娘娘也为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所感动，便同意让牛郎和孩子们留在天上，每年7月7日允许他们相会一次。从此，牛郎和织女只能站在银河两岸，遥遥相望。只有在每年的7月初7，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，鹊桥之上，牛郎织女才能团聚。据说，每年的7月7日，若是人们在葡萄架下静静地听，可以隐隐听到仙乐奏鸣，织女和牛郎在深情说着悄悄话。故事2：孟姜女哭长城。秦朝时，秦始皇征发80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，官府到处抓人去当民工，被抓去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修筑长城，不知累死了多少工人。苏州有个青年叫范启良，我们就叫他范生。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，他不得不四处躲藏。有一天，他逃到了姜家花园，无意中遇到了孟姜女。孟姜女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，她和父母一起把范生藏了起来。两位老人很喜欢范生，就把孟姜女许配给他做了妻子。新婚不到3天，范生就被公差抓去修长城了。孟姜女哭得像泪人似的，苦苦地等待丈夫归来。半年过去了，范生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这时已是深秋季节，北风四起，芦花泛白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。孟姜女想起丈夫远在北方修长城，一定十分寒冷，就亲手缝制了寒衣，启程上路，要到万里长城去寻找范生。一路上，孟姜女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，吃了多少苦，才来到了长城脚下。谁知修长城的民工告诉她，范生已经死了，尸骨被埋进了城墙里。听到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，孟姜女只觉得天昏地暗，一下子昏倒在地。醒来后，她伤心地痛哭起来，只哭得天稠地暗，日月无光。不知哭了多久，忽然听得天摇地动般的一声巨响，一段长城崩塌了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。孟姜女咬破手指，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。她心里暗暗祷告，如果是丈夫的尸骨，血就会渗进骨头；如果不是，血就会流向四方。终于，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范生的尸骨。她抱着这堆白骨，又伤心地痛哭起来。故事3：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东晋时期，浙江祝家有一女名叫祝英台，女扮男装到杭州游学，途中遇到会稽来的同学梁山伯，两人便结伴同行。同窗3年，感情深厚，但梁山伯始终不知祝英台是女孩。后来祝英台中断学业，返回家乡。梁山伯到祝家拜访祝英台时，才知道3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儿身。他想向祝家提亲，然而此时父母已将祝英台许配给有钱人家的马文才。之后梁山伯回家后，
因过度思念郁闷而去世。祝英台成亲那天，经过梁山伯的坟墓，突然狂风惊雷大作，迎亲队伍不得不停下。祝英台请求去坟墓祭拜，跟曾经的好友说再见。当他下了花轿到梁山伯的墓前祭拜时，坟墓突然塌陷裂开，祝英台微笑着投入坟中。此时雷电也停了，狂风也安静了，天边还出现一道彩虹，百花齐开，从坟中飞出一对美丽的彩蝶，翩翩起舞，双宿双飞。故事4：白蛇传。宋朝时，在镇江市有一条白色的蛇，它在山上修炼了整整1000年，终于获得法力，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名叫白素贞。和白蛇一起修炼成人的还有一条青色的蛇，名叫小青。白素贞来到山下，遇见一个叫许仙的人，他们结了婚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他们还开了一个药店，治病救人。不久，白素贞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可是，一个名叫法海的和尚发现了白素贞，他不喜欢看见蛇妖和凡人生活在一起。于是，法海对许仙说：“你的妻子是个蛇妖，不信的话，你把雄黄酒给她喝下去，她就会现出原形。”许仙不相信法海的话，可白素贞喝下雄黄酒后，居然真的变成了一条大白蛇。许仙非常害怕，吓得昏了过去。白素贞急忙找来灵芝草，救活了许仙。法海见这样不能拆散二人，就把许仙带走，关在了一个叫金山寺的地方。白素贞为了救出许仙，和小青一起施展法术，用水淹没了金山寺。结果洪水伤害了很多其他生灵，上天惩罚白素贞，让法海将她压在了雷峰塔下面。后来他们的儿子长大了，考取了状元，救出了母亲，一家人从此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观念，更展示了人们对爱情、忠诚、勇气和真善美的追求。我是胡老师，这个频道致力于帮助您提高中文，了解中国文化。如果您喜欢这些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并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祝大家暑假愉快，再见。